我现在面前的是荣耀刚刚发布的最旗舰机型 Magic 5至臻版，而且我拿到的是万宝龙特别定制保护壳版本。快速撕开，当当，先放到一边。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小盒子。哎，好家伙，这是定制版啊！这个保护壳上面还有一个保护袋，我们再把这个保护袋打开，里边不会还有个保护膜之类的吧？哎，有点仿硬质皮革的这种质感，有很强的这种棱线。然后这里有一个万宝龙的标志。哦，内部我说怎么手感这么好？它里边是这种植绒材质，蓝色的植绒材质，里边印了这个万宝龙的 logo。哦，这个手机壳应该单卖的话应该不便宜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下方，这里有一枚充电插头，是一枚66瓦黑色的充电插头。至臻版是有耳机的，黑色的有线耳机。好了，我们现在一起来揭晓真容啊！1、2、3，当当哦。这次上手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就是它的重量变轻了。镜头模组依然是等边三角形的排列，不过和 Magic 5 Pro 相比，它3颗镜头模组呢是隐藏在了整个这个镜头模块区域之内。关于至臻版外观的补充，后置镜头工艺其实下了不少功夫啊。与上一代至臻版相比，圆形概念被削弱，变成了8边圆角矩形，镜头边缘类似于钻石切割质感。仔细观看会发现，镜头模组两侧微微收窄，还是个3D 曲面玻璃，荣耀着无处释放的曲面基因啊！素皮后盖依然保留了至臻版立体的线条，素皮颗粒相比于 Pro 要更大，握持呢也要更稳。当然了，在材料质感上，素皮还是要落后于陶瓷的。陶瓷的温润细腻，加上我们国家的文化传承，对于陶瓷会有天然的好感。但我必须也要说啊，陶瓷还是太重了。去年我评测 Magic 4至臻版的时候，我就提过，超过250克的重量，让人拿起来就想放下。这一次至臻版在厚度减薄、重量怒降30克的前提下，下降了整整30克啊！同学们，电池还增加了850毫安时，总容量达到了5450毫安时，这个真的是突破性的电池工艺了。它的续航到底有多猛呢？我把同样电池容量的 Magic 5 Pro 和4 Pro 充满到100%，然后整整播放了一夜 1080p 本地视频。能看到现在右手边的 Magic 5 Pro， 它的屏幕呢实际是要比左手边 Magic 4 Pro 要更亮的，对不对？所以它本身是要吃亏的。现在是晚上1点，我们一直播放到明天早上。现在呢是上午9点57，经过了9个小时的播放，它的电量从100%降低到了48%。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Magic 5 Pro 啊，我现在不知道结果。经过9个小时播放，它的电量从100%降到了68%。也就是说 Magic 5 Pro 播放视频可以突破完整一天24个小时了。而且最重要的是，续航如此强悍的前提下，也并没有牺牲手感和重量。说一下原神的游戏体验啊，由于我拿到的这个工程机还没有调好，没有办法连接性能狗，帧率部分没有办法给大家测试了，但是耗电还是可以测试一下的。30分钟极限画质原神60帧，耗电11%，温度44.8度。这次 Magic 5 Pro 和至臻版还搭载了独立的显示芯片，支持游戏插帧。实测这个插帧效果完成度很高啊。然后同样30分钟游戏，温度下降到43.1度，耗电10%。至臻版的正面和5系列其他机型也都相同，都减小了曲面玻璃的弧度，带来了3个改变。第一个改变，正面观看四面边框宽窄要更加和谐。当然了，Magic 5家族里边正面最好看的其实是小5，就是 Magic 5，它的那个弧度是最小的，曲线是最优雅的。第二个改变呢，是因为弧度降低，正面观看两侧这个曲面屏大灰边或者大绿边的情况减弱。第三个改变是和 Pro 一样啊，就至臻版它的侧面边框它的宽度增加，大家可以看一下4代的边框基本就是一条线，那么5代它的握持，尤其是横向握持就更稳了。屏幕部分 Pro 和至臻版都是 LTPO 1到120赫兹刷新率，至臻版还比 Pro 要多出一个纳米微晶玻璃加持，也就是华为的那个昆仑玻璃，苹果的那个超瓷晶面板，耐摔性增强10倍。我把4代和5代屏幕做一个对比，我设置同样亮度，大家看5代明显要更加明亮，也更加通透啊！不只是日常观看更加通透，就是你强光下它的激发亮度也要更高。拍照这次发力的2个核心方向呢，一个是画质，另一个是
按快门的体验。我们先说画质 ，Magic 5 Pro 和至臻版本身具备超广角，然后主镜头1倍主镜头和一颗3.5倍长焦镜头，理论上就是1倍、3.5倍和0.5倍这3个位置是最清晰的。但是我给大家看一下，当我变焦从1.9倍调到2倍的时候，能够看到会有一个明显的画面改变吗？这个手机它可是没有2倍变焦镜头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画面改变呢？原因就是荣耀在2倍这个常用的人像焦段中加入了融合算法。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1.9倍变焦的放大细节，而右边这个则是2倍变焦的放大细节，而且它不只是在2倍这一个数字上有效果，实际上从2倍到3.4倍之间，2.1、2.2、2.3、2.4，荣耀都通过算法去提升变焦的实际效果。大家可以看一下，左边是3.4倍主镜头，如果我们直接裁切，默认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而右边呢，则是 Magic 5 Pro 3.4倍经过双镜头多帧合成之后的一个变焦。至于3.5倍到7倍之间呢，这就是长焦镜头直接拍摄啊。但是如果我们把变焦变到7倍以上，那么融合算法会再次介入。我给大家看一下，当我们从6.9，左边是6.9变到7.1的时候，它的画质清晰程度又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包括画面中的文字、窗户、树木这些细节都上了一个等级。那么这部分优化算法呢，则是从7倍覆盖到14倍。那超过14倍之后，这个效果呢也就不明显了。所以说，如果你要是来个什么30倍啊、50倍变焦啊，那么荣耀的这个表现呢，肯定是不如那些具有10倍光学变焦镜头的表现要那么清晰。但是荣耀这套方案它的优势就在于它节省了一颗镜头啊，就是它的重量大幅下降，同时还可以覆盖大部分用户的常用焦段。因为你想啊，14倍变焦是什么概念？也是等效焦距要超过300毫米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我的手机进入30倍以上拍照的时候呢，这个防抖虽然还是很稳，但是画面会出现这种像吃这个早点炸油条那个热锅上的那个空气抖动的效果。我推测啊，这个位置还没有调好，需要后续的软件更新来进行优化。除了画质部分，第二个改变则是快门体验。那荣耀这次引入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叫做鹰眼相机。我记得小的时候看过一个动画片，就是这个熊的力量抱的速度就是鹰的眼睛，大家有印象吗？我估计这个产品经理啊也是看这个动画片长大的。首先第一个场景就是暗光拍照，速度极佳。前代4 Pro 漫长的多帧合成啊，提示你一直要扶着相机啊，扶稳相机。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5 Pro 拍照速度可以说是大幅提升。你看4 Pro 拍摄1张夜景，那5 Pro 已经拍摄了好几张夜景了。我们再来对比一下拍出的样张画质啊，5代它相当于用更短的时间，反而获得了更高的画质。你看这个柏油路纹理，你看路边停的这个电动车，它的这个细节，这个场景是默认自动识别的，也就是说你不需要打开任何手动开关。当我们点击左下角这个小人儿奔跑的按钮，就进入了鹰眼相机中的鹰眼抓拍。鹰眼抓拍它的核心在于 AI 的判断。我给大家看第一个场景，就是人脸追焦。开启这个功能，它的方式呢，就是首先你的相册中要有足够多你自己的照片，用来判定让系统判定说啊这个是你。比如说我右边有4个小姐姐，她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向我走来，这个时候鹰眼相机就会优先把对焦的这个黄色小框框框在我的脸上，因为相册里有我的身份识别嘛，就是默认我是机主，那就保持我的对焦是优先清晰的。比如说我这拍着，后边来个保安大叔，他好像特别好奇我在拍什么啊。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相机依然是优先对焦在我身上。你甚至可以在设置中开启鹰眼抓拍，那么这个时候只需要微笑，不需要你手动按快门就可以自动进行拍照了。不过我需要说明啊，这个场景只有在距离镜头比较近的时候，它才能够发挥出比较大的价值。你像我和保安大叔这个景深，这个构图关系，那对焦点在谁的身上，其实问题不是很大，对不对？鹰眼抓拍还可以对动作进行抓拍，比如说手机可以自动识别宠物啊，小猫或者小狗跳下的瞬间。大家可以看这一段啊，这是我正在为小猫 Plus 换毛膏呢，我当时手里压根儿没拿手机啊，突然发现小猫要蹦下来，然后我就赶紧把手机往这边
移了一下，就在这个移动的瞬间，小猫完成了跳跃动作。就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大家可以看一下 Magic 5 Pro 它的自动抓拍，这个神态、这个细节、这个清晰度，你也可以在选择锁定对焦之后。进行手动抓拍，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几张呢，是我在鹰眼模式下手动进行拍摄的，依然高清不糊片。这个算法不只适用于宠物，你也可以适用于人，你们家的小宝宝。另外，这次荣耀它号称宣传的时候号称就是人跳跃的时候，它会尽可能的抓拍到这个跃起最高那个位置那个瞬间。我现在就要来实际测试看一看，到底是不是我跳起来最高的那个瞬间呢？现在 Magic 5 Pro 自动监测到我的人脸，对不对？然后大家看，我现在开始跳，大概这个点应该是最高点吧？我往下看看，差不多。接下来这个点也算最高点，然后我开始下落，然后大家看，注意右下角，注意屏幕的右下角，在大概这个时间点，看到了吗？这个它自动拍摄了一张照片。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照片。当，大家看，这就是那一瞬间抓拍到的照片，还真的就是跳到最高点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个荣耀他们是怎么算的这个算法，它这相当于是自动缩短了曝光时间，然后利用大的传感器拍摄了一张很清晰的照片。以上这3个场景是荣耀这次相机体验上的核心升级。如果你只看一款机器，大家可能还没有那么深的感受，但是我自己因为做了一系列评测嘛，荣耀包括数字系列在内的Magic 系列在内的，他们的所有产品都非常注重 AI 识别，AI 化应该是荣耀最近一段时间在猛攻的一个方向。最后有2个补充的细节自从华为被限制自研芯片之后，根据眼神这种自动看一眼就亮屏显示这个熄屏提醒这个功能就没有继续更新了。原因呢是高通芯片它缺少一个超低功耗的 NPU， 那会非常耗电。而荣耀在 Magic 4系列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带来了和 Mate 40 Pro 体验接近的，说我看一眼这个手机熄屏提醒就亮了，告诉我时间这个功能。然后这次 Magic 5 Pro 和至臻版还增加了一个什么功能呢？假设现在这个手机是在点亮状态，然后我收到了一条短信，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我看一眼这个短信，看到了吗？我的眼神就会上面有个光标，这个光标是你通过眼神的角度来控制的。如果我这个眼神固定在刚才那条信息上停留一段时间，它就能打开这条信息。我再给大家发一条看到了吗？当然，目前这个功能它识别的时间是有点长了就是一直盯着那眼睛会有一点点酸如果这个识别的时间如果能再缩短一点，我认为会更实用一些。荣耀这次自研了射频增强芯片这个地库呢号称是联通噩梦。这个时候我同时插入2个联通手机卡，我对比 Magic 4 Pro 和 Magic 5 Pro， 确实有明显的提升。就是虽然5 Pro 的信号很弱，但它至少有信号，对不对？以上就是 Magic 5 Pro 和至臻版的详细使用评测。我认为这是一款海面风平浪静，但海底波涛汹涌的产品。除了骁龙8 Gen 2这种安卓旗舰标配之外，照片、芯片、游戏、交互、续航都在从最深层的开始进行了优化，尤其是续航安卓大厂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卷快充，但好像这是第一次在续航上能够实现这个等级的突破。荣耀 Magic 旗舰回归，现在也3年了，我有3个感受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从这一代开始，影像、游戏、续航，甚至是至臻版的设计，都已经有了自己的特点，和老大哥逐渐产生区隔。荣耀一直在说自己的目标是超越华为，我自己感觉，如果更具体的说，荣耀的目标其实是超越 Mate 40 Pro， 那是国产手机一款可以说是巅峰之作，对吧？哪个国产手机厂商不希望能够达到 Mate 40系列的那个水准呢？第二个，荣耀独立之后，对于技术的应用明显更加自由了。以前考虑到品牌定位，那都是属于冲锋，而现在可以踏踏实实的做技术累积了，用几代产品去打磨一项技术，这个是新荣耀最大的一个改变。第三，我一直觉得 Magic 系列它就像是我们看电影中的那个平行宇宙，就是原本这些工程师都是一群人但是就是在时间线上产生了一个魔法分叉点，从而诞生了一条完全不同的宇宙路线。我也特别好奇，特别想看看这个分支出来平行宇宙中的 Magic 旗舰人还是做 Mate 那群人，到底
能够走出怎样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钟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